好吧，这个卓荣泰昨天去桃园访问，赖清德见到台中因为台中那边工作母鸡啊、机械产业很多了哈，那原来都很紧张哈。那桃园这边也是重工业区桃园这边这个工厂非常多不管纺织厂、染整厂、橡胶厂石化厂的桃园那边也非常多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呢，政府有4大做法，而且台湾现在被列在第一批谈判的名单里面因为到底有多少？因为他75个国家说都要去谈嘛，到底谁先谈谁后谈那我想，如果我是川普，一定挑那个最会让步的来谈嘛，然后给其他人做样板嘛，一定是这样。他不会挑个最严的，跟他翻桌子，像泽伦斯基这样，我们不理你然后谈什么？好，那么赖清德说，台湾是应变最快的国家台湾的应变很快那另外呢，这个他又投书Bloomberg 对川普的4点关税的回应其实美国商务部提出5个，大概赖清德提的4个也都有，只剩下最后一个要捐钱给美国，捐钱把钱拿来捐钱。美国人好意思讲这种话？你们干脆就也不必买东西，拿钱来算了像美国国防部也说了，你也不必买什么武器了，就拿钱来好了，有事情我保护你好了好，那么赖清德投书外媒说，台湾要组成一个投资美国队那所以呢，这个涉外人士说呢，是谈判布局的一环，我们去投一个书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是说，赖清德不是说要脱中入北吗？说哎呀，你就是脱中入美了脱中入什么北讲一大堆北方国家，就是美国当然他们会讲说，我们投墨西哥也很多，投墨西哥最后还是到美国，投墨西哥不是到美国，我们再卖给墨西哥人当然是卖给美国人嘛那所以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是说呢，怕真心换绝情你这样对美国一味示好老美到底买不买你的单我们看一下。美国宣布对台课重税，9天后，总统赖清德出席公开行程，来到台中跟机械业者们座谈。喜爱题包含台湾在内吗？而白宫宣布考虑15国提出的协商计划，台湾是否在内，总统并没有回应，直接走进会议室。我发布了，咱第一时间就将咱台湾的这个对策甲计划送到美国政府，那么得到正面的回应。台湾当然是按32降落来到10%。我嘛要让大家知影，咱台湾现主是美国政府第一批的谈判名单内底，政府会做好准备，政府会做好准备，来和美国方来谈判。面对受影响的业者们，赖清德全程用台语自信地说，第一时间就送了相关计划到美国，还有短时间内提出880亿协助方案以及对策，要业者们放心。而关税问题总要解决，赖清德也说，台湾在第一批的谈判名单内，希望能在这90天甜蜜期成功调降关税。除了原本外销全球策略，也要加强对美的合作。关税我们倒不是那么担忧，但是担忧的是整个全球景气下滑以后对公司整个营运的影响。不过，全球产业链是牵一发动全身。有模厂制造业者说，尽管外销美国订单只占了7到8%，但主要市场是外销东南亚等工业制造大国。要是全球经济萧条，也会大受影响。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景气而且大家这种不公平的一些竞争，我们真的机械产业经营得非常的辛苦。现在再加上这个对冷关税再下来我们真的很怕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有业者提出关税要是维持32%，是对台湾机械业沉重一击。赖清德如何在这90天内解决关税问题，外界持续关注。美国是我们很重要的市场老省那很多产业是销给美国的可能利润也会比别的地方好一点但是呢，32%关税大家受不了，因为很少有产业能够有32%利润，不可能嘛。那消费者怎么吸收？进口商怎么吸收？很难了那现在降到暂时10%，当然喘一口气，还是高，但是10%还是高嘛。对美国原来比起来，美国原来汽车只有2.5%，类似这样那它也没像什么货物税乱七八糟、牌照税什么在后面搞一大堆名目，那就是关税就是关税嘛。那怎么办？很有趣的这个议题是越谈越有趣。你看，川普给劳工一下子提高到154，对不对？那劳工有1-2天145，那有1-2天劳工没有动作，大家就看不起他了。
你知道，所以他今天不得不加所以你们说什么黑犀牛什么过桥，什么大象的当都不是，这是典型的2只公羊在过独木桥。那公羊要过独木桥的时候，是谁要掉下去，还是要真的要斗一场？他公羊有自己的判断。现在中美双方根本连自己的判断都由不得你，为什么？你这个面子挂不住。你这个压力受不了，你这个非这样做不可。所以你看，川普得意到说，你开场白就引用那一句很难听的话，说 “kiss my ass”，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老美没有屁股可以被 kiss 的，他是最大的失算就是他第一波出来那个对应关税出来以后你看大家都慌了，因为这个我的产业还有我的商人在某一个地方的生产，你给我32%，你给我28%，通通死掉了。所以这个才是重要，就是但是这样下去的话，我问你啦，老共的地方的那个百货商店也好啦，这个传统商店也好，它的物柜上面会不会空？不会，因为它每货占的百分比不大。我跟你讲，这撑几天老美的商场都空了，但老共的就是他对老美对老共的依赖程度太高了，所以你没有这个屁股给他 kiss， 你连屁股都没有所以而且呢，你没有屁股，你还吃错了泻药，你吃错了泻药呢，把所有的益生菌都杀掉了所以这个是很惨的。但是呢，我跟你讲，你不要急了，我分析给你听。现在说2只公羊在斗，谁会赢？现在比如说蔡正元，比如说邱毅比如说这些人郭正亮，他们都说老共赢，但是这些人平时都比较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我觉得像这种很敏感的这种好像科学又不怎么科学的议题到底我们台湾有谁能够不顾自己原先已经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而且立场非常的中立，而且很有智慧的说这个最好谁赢谁输我觉得我们缺的是这一点那我们再回到中小微型传统企业跟农业，这不一样的。你说中小微传统企业，比如说我做螺丝钉、做螺丝帽，我这一完蛋的话，我原来做螺丝钉的，我能够做别的吗？但是农业不一样我跟你讲，农业金额其实是小的，卖的东西呢其实可以变的，但是它的政治意涵是很重的。因为你看农业，农民你得罪不起的而且是民进党最怕的那这些人其实是有空间的。以前我们卖蝴蝶兰给美国吗？没有这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蝴蝶兰如果加32%上去以后，太贵了，老美买不起了。好，我去培养别的花，就是说你可以吞咽得下去的价钱，我的成本也相对的低了。这个农民生产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传统工业是变不了的。所以这款代志，我最讨厌的就是民进党政府，他就是要铺成一个境界，说我很努力我速度很快我有单我从零开始人家不要你从零开始，你要去谈一个说东南亚这些我们台商的市场是不是32，是不是26，是不是24，还有我们从台湾出口的不是32，不是零不零的问题是10，还要不要再加？那个才对，你从零开始谁跟你从零开始？老美关切的不是零不零，老美关切逆差到底多少？这好，我们一直说2大之间难为小，那台湾到底能做什么？当然就是要做好准备。但是我们的政府真的做好准备了吗？真的，台湾的政府真的是做最强最快的应变了吗？事实上呢，在春节期间这件事情就已经爆发了，再往前推1个月，川普就已经预告了。可是呢，我们一直在跟政府要所谓的冲击影响评估，到今天都拿不出来。那我们其实呢，今天从立法院里头看到了一个状况，民进党在闹了5次的院会之后，今天终于甘愿来开会了。结果呢，让卓荣泰上台报告，拿出了这样子的一本针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因应作为专案报告，里面我们所要求的
影响冲击的评估竟然都没有，非常非常的空泛。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评估的冲击，比方说你是真的能谈到零关税吗？还是10%或32%或42%，分别会造成哪些产业受到最大的冲击？哪些劳工可能受到影响？这些东西完全都没有。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冲击影响评估，你要如何去妥善的运用你的财源，挹注在哪一些产业？又或者是未来你的多元出口的政策，你未来要如何进行谈判？这些东西完全都看不到。另外呢，我非常遗憾在里面看到，竟然在帮美国美化，在告诉大家说啊，美国啊要这么做，其实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多元，然后呢公平的贸易环境。这个时候了，我们还要帮美国来讲话吗？真的不需要浪费这么多的篇幅。另外最可怕的是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考，全部都是个别的针对不同的产业提出一个非常粗略的报告。例如像刚刚赵大哥提出来的兰花，其实兰花呢有40%销到美国。我们在这本报告里面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竟然认为说其实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呢，他的举出来的例子说，因为中国呢跟越南会被课的税更高，所以相较之下，台湾还是有利基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事实上我们的主要竞争国是荷兰，而荷兰的关税只有被课20%，所以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荷兰，不是中国或越南。那当整个的这个关税被加了上去之后，我们跟我们的主要竞争国的落差就会越来越大。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就从里面看到了赖政府根本没有做好最好的准备，但是一直在说这些空口白话，在欺骗人民。另外我们要说90天。其实只是喘口气，让我们喘口气很好。但是你的谈判真的有策略吗？这谈判可能只有1刻钟的时间。未来你要如何去进行谈判？有挂到号很好，但是我们未来的准备是什么？到现在为止看不到，连这个专案报告看起来都空泛至极。最后我们想要说的是呢，在这个不确定的国家当中，其实我们整个体的心态都要有所调整。过去台湾在国际，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个地缘政治上头的判断明显不足，每次都只会说我们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我们是美国最有力的盟友。但现在人家没有在跟你说价值这件事，人家在跟你说你能够提出多少的价格这件事。那未来我们要如何进行谈判？所以不管从经济面上、从文化面上，或者是从教育面上，我们看到美国未来的高等教育也可能有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到底我们未来的策略是什么？台湾的政府真的要停止说空话，做点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今天民进党委员没有攻占主席台了，采用文攻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前阵子反戒严啊反废死啊2个公投哈，今天要确定议事录嘛，那民进党已经闹了4次了，今天第5次了，不敌蓝白表决，所以确认了。韩国我看到韩国说确认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团主张了，说呢议事录不算，干脆。你们进废的是违法的，所以要把你们通通送纪律委员会，通通要处分。那韩国瑜说呢，不是无效会议，是有效会议没有什么不妥。人家说这无效会议它是有效的那今天表决62蓝白一共加起来，韩国瑜也下来，但是呢，柯建铭不见了。照理讲表决他应该在但是主帅都跑了那他说呢，把你们62个蓝白立委都送纪律委员会，给你们记大过然后呢，黄国昌说：“我已经不愿意用毒瘤来形容他了。那不愿意这什么意思？不愿意了他说全民都有一双雪亮的眼睛能够看到底是谁拿拐杖在立法院打人，谁乱敲，你们都看得到等等等等听说呢，这个民进党委员也很不满了，因为他们天天假动，天天绑在立法院这搞那么多假动半天也没用。”所以呢，也不满柯建铭了所以呢，这个暗潮汹涌下面有很多不满的声音我们看一下。民进党立委手举标语反对，要挡下蓝营325闯关公投案的议事录。防堵绿委再度攻占主席台，蓝营立委守住出入口。毕竟院会被瘫痪了5次，但要开会就要先确定议事录。主席宣告议事录确定，进行表决。蓝白狭人数优势拿下表决，但柯建铭出招，看看地上斗大标语，绿营要把蓝白62席，包括院长韩国瑜，统统送纪律委员会。非法会议是无效的。
违法表决，民进党绝对反对到底。我老实说了，我不愿意用毒瘤来形容它，但是到底谁应该被移送纪律委员会啊？蓝白挟人数优势，柯建铭提案又被否决，但会被否决的还有警察人事条例复议案。我们一定不决，一定不决。只是朝野表决大战却不见柯建铭身影。周二朝野协商，他才说自己一人质询就够，剩下4人大请客送蓝白。但质询名单出炉，绿委5位站好站满。希望从现在的880亿能够扩张到2000亿，来对所有国内的产业有一个坚实的后盾，能够来支持我们的产业。为因应川普关税海啸冲击台湾产业，再多政治算计都得先放一边。那这你在立法院比较清楚，到底怎样？我觉得这个暗潮汹涌呢是实打实的。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奇怪的状况，比方说今天柯建铭总召他自己提了一个提案，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他们希望说这个议事录不予追认，他们认为上一次到晚上7点半开会，然后投票表决确定通过2个公投案，这个是违法的开会，违法会议，所以希望能够把它退回。可是请大家注意，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其实在立法院里面有一次协商，在那一次的协商当中，柯建铭自己把这个案子撤回了。也就是说，他说话不算话，他自己当天协商的时候说好，这案我们撤掉，然后今天突然又提了这个案子跑进来，然后呢要大家表决，可他今天人并没有进来议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观察是，当天在协商的时候，其实他很明显的就跟他们党团内部有非常多不同调的状况，像是今天的专案报告呢，这个各党的立委都要派代表出来质询卓荣泰院长。那当时柯建铭他就说，我们不用。我们民进党团不用，只要我一个人讲就够了，因为我讲才算。然后呢，他说他的讲话才有逻辑，他讲话呢这个才跟民进党一致的逻辑。然后说他讲大罢免，然后他就说他把4个名额都让出来，因为551嘛，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都各5个名额，然后民众党就1个名额。那结果呢？到昨天前天，我们就赶快去问说，那你们这个名额有没有让出来？就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要让。就是柯建铭讲的话，其实他们党团也没有要买单。当下的时候，不管是吴思瑶或者是陈培瑜委员，他们就直接跟他讲说不能这样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内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冲突。还有呢，像是陈素月委员，他其实是这个彰化这边的这个立委嘛。其实他是很温和的人，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也看不下去了。他甚至在前几天的时候还开了记者会，他说什么？他说，民进党政府呢，这个中央政府，当然他没有讲得很凶，但是他也说反应不够快。因为像彰化，他们出产很多这个传统的产业，所以必须要赶快来有这个强力的政策导引来辅助这些产业。可是呢，你们在立法院里面搞什么？你们整天在那边搞这个大罢免。大成功大失败，然后呢，整天在立法院里面把立法院搞得像灵堂一样，印了一大堆的纸。我觉得民进党根本就是环保的杀手，整天印了一堆纸，然后把这个立法院布置得像个灵堂，而且呢，完全失去了一个民主殿堂的一个庄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柯建铭他绝对是有很多不满的。我最后再讲一件事，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前2天星期3的时候的政党协商，这个柯建铭总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不停的有人打电话给他，在指导，然后不停的打电话，他也不停的接电话，然后还跟那个人报告说，现在他们叫我签什么协商，那我签了，然后怎样怎样云云。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种种的作为，第一个跟他们党团里面有莫大的矛盾，然后第二个呢，显然高层其实也对他非常非常的头痛。那到底那个神秘的电话是谁打来的，我们不晓得。但是呢，其中有几通电话他说不能接，因为那个电话是共匪打来的。所以他的电话有2个来源，第一个是共匪打来的，共匪同路人打来的，另外一个是极神秘的高层打来，给他下了指导棋。我想接志涵讲这段话，因为平常大家都听说柯建铭总召讲话很长，很喜欢讲古，然后讲非常久，所以自然讲了一场政党直播，我去看了网络，我直接看了柯建铭到底讲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这么受不了。就讲得长就算了，我发现很大的重点难怪大家受不了。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没有逐字稿，他讲话非常的不清楚，然后咬字又很奇怪。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荒谬啊！荒谬到什么？荒谬的不是说他觉得他一个人代表民进党，或者是他想要让出这个质询的名额，是他这整个协商后来他请韩国瑜院长离场，然后叫大家所有人都离场，他要清场。那清场的原因是什么？他从头到尾只讲一句话，因为他想要安静的讲话。
他全场只想表达这个，因为他说，如果在野党的人在现场，连表情都会干扰到他的发言。他说我到底听了什么？连我的助理在旁边听都觉得我们到底听了什么东西。所以难怪之前为什么政党协商肉肉的讲话，不要说在野党的受不了都俩拱啦，民党的之前林淑芬委员讲到都睡着啊，然后起来制止柯建铭，结果被挑战说什么你哪一国的？你要挑战我？然后行政院邀请的朝野协商会议上，柯建铭居然会为了主位做谁，直接给卓荣泰院长难看了。那是行政院自己召开的会议，自己人给自己人难看。所以我只能讲，现在我觉得朝野要和谐真的不是不行，但是拜托民党要不要先处理一下柯总召的状况啊？现在他们说柯总召好像这2天没有接受记者的访问，跟各位报告，我个人在猜啦，恐怕不是柯总召不想接受访问啦，是民党其他人不让他接受访问啦。前几天柯总召在进入立法院院场的时候，是吴思瑶旁边挡住柯总召，叫他不要受访问，赶快把他护送进去啊！因为柯总召现在发言已经完全超过一般民众的认知跟想象。如果他继续这样子胡作非为下去，我只能讲朝野永远都没有和谐那一天啊！南进，不，我觉得柯建铭呢，现在整个在立法院所呈现的这个态势，其实已经到了就不可理喻的地步了哈。所有的这个事情呢，都要随着他的意识来做，否则的话呢，他连党内的人都已经骂说你是哪一国的，然后骂林浊水是匪谍了哈，所以他已经失去了这个理智。但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就在于是，面对美国的关税哈，虽然说现在呢我们暂时获得90天的喘息哈，可是这个问题呢并没有解决。但是呢，绿营呢所呈现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哇，怎么34%、32%的时候呢？当国民党呢提出了应对的策略的时候，绿营的反应呢是慢半拍嘛，哈，还在那个睡觉。可是等到呢，这个时候呢，社会上有一个气氛，那个气氛就是这个民进党还在搞大罢免，这简直是不管老百姓这个死活，实在是太政治化了。可是没想到川普先怂了以后，然后把它暂缓到90天以后，哇，我觉得绿营的真的是神经，就是立刻就转换起来说，哇，你看我们多英明哈，而且还说柯建铭多英明，当时就是知道说什么国安会议呢就10%，立刻呢又调整这个身段呢哈，然后现在要积极的搞大罢免，而且呢把这个矛头呢就是对向了蓝营这些讲说什么，你看怎么选对人120选对人10%，选错人呢就125%，讲的就是老共嘛哈。或者蓝营献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严重，而且奴性的一群人哈。就是呢，自台湾我们讲那个中美，现在中美因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常会混在一起啊，就台美自谈判以来哈，从来没有任何的一届的政府像赖清德这样子，还没有谈判就先投降。这么糟糕，这么糟糕，这么糟糕，而且呢，糟糕到就是他的这些支持者跟他的一样的奴性，被奴化，还沾沾自喜。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像我们之前呢，前面在讨论，比如劳工团体啦、农渔民啊这些团体，你们现在呢都是大声的疾呼啊，就希望呢政府重视你们的权益。然后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呢，他们讲说我们一定会维护大家的权益。不要想了，不要梦想了。我们的政府呢，他没有被趴到地上呢，被揍2拳呢，他没有再揍你2拳呢，已经算好看的了。所以为什么劳工团体，为什么这些农渔民的团体，你要在政府谈判之前的时候就给他们施压呀？就说怎么会这么的糟糕？而且他到目前为止，这个到目前为止，柯建铭呢，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要在这个大罢免上面松手，他就巴不得乘胜追击。我觉得这个国家就是被他们搞完蛋了。老师，主持人，你同意志涵跟博弈都是蓝白当下，不是未来当下的新秀，你同意不同意？他们脑筋清楚，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太清纯了，太清纯了，叫他们来评论立法院的怪状哈，实在是委屈了他们。我觉得黄国昌说柯建铭。不叫他肿瘤，他是对的，因为肿瘤会死的，得了肿瘤的人没有多久就死了。现在老柯做的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病，因为这个年纪了，多少像我这样很少
脑筋清楚的人很少。但是呢，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故作病态，没有人知道。他是老翻灯加老油条，对不对？所以呢，他所有的作为，他今天应该投票，他怎么没投票呢？他晓得我已经拖到差不多可以了，今天表决我们是输的，不差我这一票嘛，不差我这一票，所以他老柯所作所为，为什么讲那么长的公告？我跟你讲，博宇就太单纯了，你听听他干嘛？他讲话不是要给你了解的，他讲话的目的就是一个字，要拖，你要去了解民进党为什么要拖。他这个是整个时间表里头已经安排的，非拖不可，对那个拖对他有利。好吧，人家清纯是一种一种美德啦。谢谢大家回来。好，那么关税其实并没有停了，对，再会。而且就算原来10%，新加坡只有10%，但新加坡总理都写了一个这个语重心长的话文书，很多人都看过，就是不要小看这10%也很重，是，而且这是现在看起来川普是最低标啊，他跟你谈了，越南说我给你0%，越南现在都想22%到28%就不错了。所以你台湾还没有这个风暴还没有过了，因为你不知道川普是怎样哈。但是呢，现在卓荣泰呢也继续去宣讲了那在野党说这个时候你还去宣讲那他们所谓人民是头家，礼拜天在台北说呢，党公职都有 KPI， 每个人要多少责任额那现在呢，这个地方民代包括立委要动员300人，议员200人。里长20人，区主任100人，所以原则上应该可以达标了因为300、200应该还可以了所以呢，估计会有5000人到场那另外呢，这个罗志强因为好像是台北第一个2阶段罢免联署罢团所达标了你也没看到到底怎么样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达标了呢那民进党说是因为连假3-4天所以很多人来。这个连锁但又是什么一夕之间就从1万多变2万多呢好吧，不管怎样了那说呢，这个罗志祥已经到了2阶了但是呢，民调显示呢，不同意比同意的多2成了。其实民进党同意其实基本上是基本盘的，大概就是30几%、40%、30几%这样子那罗志祥说这个国民党说这是不是超名册，或者怎么会一致之间这样那么多呢？那罢免团体就说呢，是国民党超名册，所以呢做贼心虚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他有个内参，他们自己也做民调说这个罗志祥不会被罢免的，因为不赞成罢免比赞成罢免多很多了说呢罢团一定是造假，否则会连署这么多人。说你造假的话，就有等着7年重刑7年重刑就等着要罢免你那他们做的民调，这个就是罗志祥选区呢，很同意的22%了，还算同意的12%，所以加起来是34.7%。不同意跟不太同意的呢有55%、56%、56.4%所以呢就认为你看你这边只有30几%，没有50几%，问题不在这里这民调不是投票，问题是要去投问题是要去投虽然民进党是比较少，加30几%，他如果都去投也把你罢掉了，超过25%就跨门槛了，你不去投也不行你们这些蓝营的人4大公投你记得吗？都说不要吃莱猪，结果呢4大公投人家都过了要吃莱猪要怎样？对，民调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到时候去投是一回事情所以呢，我也不觉得说这个民调，这民调只是表示民意是这样，但是投票是行动。你去不去很重要，34.7%同意罢免罗志祥，55.8%。你国民党要看的是，这已经过25%了，3.7%过25%了，他只要有差不多70%的人同意的人有70%来投票就过门槛，那你的人有多少来投票？这比较重要了那另外呢，民进党在议会里面是说呢，市政府呢去查水表。就是说谁去联署去查，蒋万安说我不接受，我没有查水表哪有查水表等等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不要查水表，不要去调查人家
用这个来阻挡蒋万安报告了啊。那国民党议员说呢，要共赴国难。哦，现在变成罢免最大哦，本来大罢免，本来那个关税不是要共赴国难嘛，现在变成大罢免最大的哈。那我们看一下看罗志祥情况到底怎样。罢免蓝营立委2阶，原先评估北市3位女立委先成案，但首位突然达标的却是罗志强。这个联署份数啊，突然奇迹式的达标哦，本来都还这个才20几趴，他们才是真正在操名册。罢团为酸，作弊声、奖优等声很魔幻，看来深蓝选区也免不了全面热战。亮君怎么看？先讲一下罗志强的部分啦。那因为在这个大安区哦，其实确实大家在讲说这个地方原本是既有比较深蓝的选区，所以他讲说为什么第2阶段感觉怎么突然这个数字奇迹成长？其实并没有奇迹成长啊，就是罢团他在数字的公布上面，当然他也希望说能够尽可能，因为你公布的越快大家来签署的意愿会越低嘛。那他们一定要确保说真的能够达标了，才会把这个实际上的数字来去做公布。那所以他现在是第一份达标。那现在很多蓝营就来质疑说，是不是有造假的情形啊？如果有造假的话，反正北市选委会最后会去查对嘛。那如果真的有造假的话，那接下来反正会有法办嘛。那只是说你们自己在这个第1阶段这几个选区里面，包含这个吴佩益的选区，然后吴思瑶的选区，国民党的青年军所发动的这个罢免行动，这不合格率跟错假率高达30%到40%，这么严重的这个一个错假率那现在你要去讲说公民团体是不是名单抄来的，我是觉得这是有点荒谬跟可笑了。那再来就是讲说，刚刚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讲说。那在昨天在台北市议会里面民进党团针对这个在联署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店家他遭受到检举其实昨天我在议场就已经不断的回应了。今天市府单位收到民众的检举，本来就要处理，这没有错。可是呢，在那一段期间，我们发现到的是有很多的民众，他的检举的内容其实是有问题的。譬如说，他针对咖啡厅。他明明就只卖咖啡，然后跟烤吐司，然后去检举他废油排放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不断的检举再检举，明明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稽查员不断的，因为他收到检举，他就要处理嘛，那变成稽查员不断的去到现场，其实是浪费行政资源啊。但是依照我们台北市本来是政府里面针对市民陈情里面就有一个处理原则，是提到说，如果这个相关的检举它是显见并没有违法的态样，然后呢它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的话，机关的首长是可以自己决定说我们一事就不再理的。所以我们的主张是这样，也就是说蒋万市长他应该要拿出这个态度，你该检举的该罚的你就去做，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他已经是扰民的行为了，让这些基层的稽查员疲于奔命了，你作为地方的首长，你要有这样子的态度跟立场。但是蒋万安在那时候的回应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昨天在议会里面才会要求说，市长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态，也不要说好像会让民众会觉得说，那为什么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好像特别被针对？可是实际上。我们就讲了，真的是我们也有收到稽查人跟我们讲说，真的太多了啦。民众跟我们讲的，我们去现场根本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民众一直打电话。但是你作为机关首长，不要让你的公务员疲于奔命，也不要让民众觉得好像特别因为政治关系而被针对。先说吧，对于联署书的审查，我建议各县市选委会跟人力许可的情况之下，用最严的方式来审查联署书，让蓝绿都不要有意见，这个很公平，这合理。怎么查就怎么查，一切依法行政。但是大罢免的活动持续到现在，我想法只有一个，我真的希望也拜托相关政府部门单位能够拿出魄力来，然后真正的依法行政。为什么这么讲？昨天我要咨询警察局长的时候，问他一个问题，我问他说，如果罢免团体的这个联署摊位他的有违规或者是没有申请相关的路权灯的情况之下，我们市府警察局对他的执法标准是什么？他从头到尾压力大到都不晓得回答我什么问题啊！我问老半天，完全不回答我。警察局长只敢讲什么？他说他会保障和平集会，会辅导与罢免团体沟通，然后要考量比例原则来处理违法情况，然后会开罚，但不会赶他们走。也就是说，就算在学校门口违法摆摊，警察一样不敢把他赶走。为什么警察局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人，包括市府，对于这些罢免团体都是已经非常宽容了，能够希望能够和平就和平来解决。
但问题是，当我们的态度是保守，也希望和平的情况之下，那些罢免团体是这样想的吗？不是耶，很多情况他们的态度是相当的强烈的，只要有一点不如他们的意，好像都是在让他们的罢免不顺利，好像我们都是在抹黑他们，我们都是在查水表他们。我跟大家报告，以现在我相信所有县市首长态度都是一样，没有人会去找罢免团体的麻烦，因为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的纵容或是我们的宽容变成了他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的态度的话，那我觉得真的不必要这样子，因为民众互相的撕裂，整个社会的对立，我觉得才现在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移民署限令陆配3个月内要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但是陆委会是有4类状况拒绝就可以。这4类状况呢，譬如说到大陆会人身安全，重大伤病不能去大陆了，然后呢10年来没有去过大陆，然后呢台商在大陆生的子女，那这个而且呢生不久就回台湾定居了，也没有在大陆生活，看起来符合这个这4个原则人很少了啊，所以绝大多数陆配都要回大陆去申请丧失原籍证明啊。移民署说呢，如果你是奉公守法人，就不需要过度担心，还是需要担心哦，不需要过度担心啊。所以移民署长都提早退休了嘛，移民署长都已经退休了，不要干了啊，他压力太大了啊，几十万的陆配都要回大陆去拿那个出生那个初级证明哈。所以呢，上万不止上万，现在好像都有30几万啊，30几万吧。海基会增派柜台人力，加开专线。这不是有一点天下本不是庸人自扰之吗？30几万陆配到底有几个有问题？你搞得大家都这么累哈，而且怀疑人家嘛，觉得人家都有问题哈。所以呢，陆配可能变成人球，因为大陆也不见得拿得到这个证明啊哈。那台湾说你没有证明，我不给你入籍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两岸现在缺乏协调机制了，本来可以协调啊，这个海基会啊、海协会啊，现在好像也断了啊。所以国民党委员就说赖政府叫做程序霸凌了啊，不断的考核人民的忠诚那是不是呢？一定要拿出干脆都加入民进党算了啊？那另外呢，比如说有一个陆配，他做看护，我都是在照顾台湾人啊，我已经来台湾30年了你知道现在医院看那个看护呢，很多是陆配。因为台湾人很多事情也不肯做了那而且我早放弃大陆的国籍了而且呢常常被针对，好像我是中国来的我就该死就有医护有这个医护这样，就是医院里面的看护了，因为到了晚上护理师很少嘛，那家属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那样照顾嘛，也不太了解这程序嘛，那这些有很多这个大陆来台湾的人，他做很久了。在医院照顾而且照顾的不错，也非常了解医院的各种程序了等等所以呢，这个石雪燕因为当选的议员又变成说不能当议员，他就求偿100万。他说我是两岸的牺牲品，我被当成外国人了，不能当台湾的议员。我们看一下。秀出母亲刚收到的移民署公文，要求3个月内补交经海基会验证的丧失原籍公证书，否则恐怕会面临撤销定居许可，让新2代林先生一家人都难以接受。是一场家庭的破碎的灾难，这些家庭不是不合法，也不是一个漏洞。我母亲是合法来台，而且经过是多年的审查跟等待，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的目的，不是不想办，是很多人要办不到而已。但如今连陆配之子的新2代也要被查，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就发文说，有位新2代 L 先生当时在中国出生，但没有申请过户籍就来到台湾，根本拿不出丧失原户籍的文件。他们感到非常的扰民啊，如果拿不出户籍的证明，他们是不是就要被台湾了？那这个也可以提出来，经主管机关审核确认那就可以。陆委会虽针对新2代稍稍放宽，但新2代们仍在脸书发起串联，要替自己的母亲发声。虽然说给他们时光机才能找到母亲的初级证明，是不了解啦，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的话，会造成困扰。你突然之间要出示什么证明之类的，我们那些证明去哪里找啊？不能或是不便的人提出替代方案，你附录
恐怕会有人身安全疑虑的人。虽然提出取代方案，但陆委会也强调，未来若被查获有附录，将会有相关处置。好，南京，陆委会这样的做法啊，真的是太过分了哈。因为呢，他现在这个要求他们3个月内要补这个证件，否则要有那个除籍的这个证件，否则的话他就要取消他的身份证。我觉得不只是陆配，还有陆配的子女，我根本就觉得呢，他其实最大的目的呢，是要大幅的削减在台湾拥有台湾身份证啊，甚至于公民权的这些陆配。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消除就是中共在地协力者，而且要大举的消除，就是在未来极有可能把票投给蓝营的这些人，我觉得才会有这样的考量，否则的话他的手段呢太糟糕了哈。第一个，他说你如果能够证明你有安全顾虑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大家知道那个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他不是被大陆抓起来了吗？他为什么会被大陆抓起来呢？他就是因为要回中国去办理那个除籍证明啊。然后呢，大陆就基于他刚好回去了，我不知道，因为富察的背景也是有点复杂了哈。有些人说他是跟这个大陆方面呢，高层还有些关系，他在台湾呢并不单纯，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无论如何，他是因为要回去办除籍证明，所以呢才因此被抓，这是事实。那你现在第一个条件说，你如果有着安全顾虑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回去。我怎么知道我有安全顾虑啊？富察如果知道他有自己安全顾虑，他会回去吗？他也不会回去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条件非常的苛，罔顾伦常啊。他说你10年内没有去大陆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提出这个证明来。那表示，梁文杰还在讲，就说啊，你在大陆呢，如果无父无母啊，也没什么亲人啊，反正你也没有想要回去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来证明。什么玩意儿啊？什么意思啊？就算是我在大陆呢，无父无母了，我不能够这个回大陆去看看我以前的朋友或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规定呢，是真的是非常的恶劣的哈。第三个，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他也针对台商子女，他就说你台商子女呢，你就可以，你要提出证明，你是年幼就来台湾，说你本来就没有中国的这个户籍的情形之下的话，你可以证明就不用办。就什么意思啊？就说陆委会呢，你干脆你就把话讲明，他也不好意思把话讲明，就是说我就根本就不希望台湾有这么多陆配嘛，你那边生的，你在台湾生的这些台湾之子、台湾之女什么的，我也不欢迎。因为我终究就认定你们这些陆配第1代、陆配第2代，甚至于陆配第3代，终究永远你的心向祖国，然后是中共的在地协力者。不会把票投给民进党，你把话讲白了就算了嘛。姚胜，所以翁小玲讲说台湾所有的人都要除籍，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你知道？翁小玲，你这种话我了解也肯定，但是你不能讲，你懂我意思没有？我讲一个2次大战的故事。美日开战以后啊，在美国的美籍日裔的年轻人有一个特别师啊，他们在欧洲打仗非常勇敢。他们那个时候拿到勋章的特别多，这是无可争论的。日本人对美国美籍日裔的年轻人的美军对美国的忠诚度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华盛顿州跟俄勒冈州的第2代、第3代所有的美籍日裔的人，通通抓起来，关了，用铁丝网围起来了。2次大战的末期。那结束以后呢？大战结束以后呢？美国道歉赔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啊。所以民进党的处理当然会有过分的地方，但是国民党你不能常常用言论自由跟基本人权来为他们捍卫。你要想这么困难的困境里头，要怎么样从里头？因为30几万，他们的心到底是为谁？不讲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偏偏白目的，白目的好处理啊，白目的就抓嘛，不白目的人，不白目的，对不对？
亮君，这太可恶。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在目前陆委会他也有提出新的这些可以用具结的方式来去处理啦。但是其实这个法案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两岸条例里面的9之1条就已经提到说，在这个身份的部分是单一身份制度了哈。那所以在当时其实就已经有这样几个制度下来了。那当然这几年大家可以来去检讨说，为什么过去这几年政府都没有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来做这件事情，并不代表说政府有错了哈。那但是这个现在大家要去讲说啊，这是不是要消灭这些可能中配啊，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些人，然后他因为不投民进党啊哈，所以就决定把它消灭。我觉得这过度解释了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说，在这个两岸关系情势紧张的状况底下，也确实发现说有一些在台湾的这些中共的所谓的在地协力者这些状况，那我们希望说摒除这些状况，所以当时的这个修法一直到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但是行政机关没有实际上去执行，那现在也只是上去执行。那当然在很多的这些条件上面，目前也有再去放宽了。4月2号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世界第3次世界大战了哈。4月9号宣布暂停90天，换句话说到7月8号，这个事情要重新要怎么处理了哈？实际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了，贸易谈判，现在还有我们外销要去找市场，还有失业的怎么救助，还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金融会不会有风暴？哦，因为这些银行的贷款可能会出问题。我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现在搞内耗，我觉得真的不太对。这个赶快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我觉得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塑造一种贬低陆配的氛围啦，因为如果